记录晚安时光，我是Hunter，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的这款来自52 Toys 最近刚刚现货的 BB70MJ Mojo。这款 Mojo 这个角色呢，相当于是新兴机甲 2.0 版本的重涂换色，但是呢，在某些细节上做了一定程度的这个优化和调整。整体把玩下来呢，虽然它的整个比如说变形难度是给到了在猛兽侠系列里面给到了5星，但是同样是5星里面，我觉得它的变形难度是比不上这个异形的。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变形体验还是非常不错。从不看说明书，从武器匣子，还有把这个兽形形态，然后变成匣子的这样一个状态，总共花了差不多15分钟就研究透彻了。整体的过程中，我觉得关节的把持力度啊，还有各方面都还算是不错。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这款玩具表现到底如何吧。盒子先放到一边去，我们直接来看。那这边的这个匣子武器呢，在之前好像也见到过，反正变形完成之后呢，是一个1/4匣子进行收纳。我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电吉他结构的这一处，这个零件呢，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做一个转轴进行翻转，它本身呢是做了一个可以取下来的零件。那在这种把玩的条件下，我觉得这个零件呢是稍微设计的有点就是没有太花心思啊。你稍微花点心思，其实是可以做到就是更好的这种收纳方式的。那其他的就是正常的一个展开，而且这边呢有类似于作为鲨鱼牙齿一样的这个细节，看起来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它是这个小匣子或者说1/4匣子呢，它是处于就是类似于这种电吉他。然后还有这边的这个斧子2种形态可以进行切换。那首先呢，简单变形之后呢，就是它的这个电吉他形态。我个人是没有玩过电吉他的，它这个形态我觉得还是蛮前卫的。尤其是呢，这边呢，你还可以通过这个调音弦啊，去进行状态上面的这个调整。这个电吉他包括这个红色的一抹金属红的这样一个喷漆，加上白色的点缀，整体的观感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有这个顶部的这个部分，尤其我是比较喜欢类似于这个鲨鱼的这个嘴巴的这样一个锯齿形的设计。但是变身成战斧的话呢，我就觉得整个造型稍微有一点牵强了。它就是这么简单的去做一个调整啊，就结束了。那这个战斧我觉得稍微显得有些随意啊，那就这么样一个，而且随便你怎么去调整啊都行。我觉得这个战斧的造型呢，它没有做到就是两边的这样一个锯齿结构就是没有任何呼应啊，这一点呢是稍显可惜。另外呢，在战斧形态下呢，它这个特殊零部件呢也是没有什么很好的收纳位。当然，如果你不想它掉来掉去啊，你直接把它插在这个侧面也都可以。那接下来看我们的匣子部分。首先呢，这次的匣子不是一个全透明的，而是一个黑色的，再加上这边水贴一印的特殊的匣子，上面写的这个 Mojo， 当然本身的尺寸是一样大的，都是5厘米的这样一个尺寸。倒出来之后呢，金属漆的外观是非常漂亮。我这边没有做过多的打光，该有的这个涂装部分，还有这个金属原色部分，虽然有一定的这个水波纹，但我觉得这个金属红的调制真的是非常不错。包括呢，这个肩甲外露的部分有一些机械战损的痕迹，还有一些比如说蓝色的管线、电路管线，也就是说这一款玩具在涂装上，我觉得是可以达到一个非常精致的这个标准。然后变形方面呢，虽然说是有一定的空间转换在里面，但是整体把玩下来，因为我没有看说明书啊，我觉得它的逻辑性是非常强的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常年的钢丝的话，这款玩具变形起来，如果再加上说明书的加持，应该是非常的简单容易且上手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那这边的话，首先我们解锁这两边的这样一个白色卡扣，它是直接翻转出来，这个呢就直接形成了 Mojo 的小臂外甲，因为大猩猩嘛，它的外甲的手臂呢都非常粗壮，而且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涂装呢是非常精彩的，我觉得是很好看的。然后同时呢，这边
手臂呢基本上就已经变形完成了，你只要继续解锁啊，这边腿部啊就可以 OK 了。然后这边如果说你跟我一样发生了这样的弹出也不要紧，你可以看到啊，这边是一个圆形的桩，它并不涉及到这个卡扣啊会发生断裂之类这个东西，很可能呢这边的这个预留啊应该是给后续的一些产品啊，比如说去做一些这个武器的这个搭载，甚至呢我觉得它可以像类似于戴亚克隆之类的玩法和之后会跟大家去介绍的这个蜂鸟号啊去做一定的这个联动。然后包括呢这个前面的这条棱呢，它是把胸甲然后把头雕埋藏在这个地方，而这个设计呢也是非常经典的，在猛兽侠的系列里面啊经常能够出现到这种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说呢我在把玩和变形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非常的熟悉啊。包括呢在6、7年前的那款猩猩的1.0时代，我觉得设计的这个逻辑呢跟现在这个版本呢其实大体框架上是差不多的，只不过这款玩具在零部件的使用上来说就更加的纯熟了，而且整体的使用的零件数目会更多了。那接下来这个地方弹出的是它的下腹部，是我唯一觉得这款玩具必须打轴的部分，但是它用的是这样一个卡扣的设计，所以说你在把玩的过程中是非常容易掉的。那只用把这边都拆开之后，然后把它的这个裆部这个地方去进行一个圆柱桩的解锁，那这款玩具基本上身上的部分呢就已经完全散开了。那么接下来的步骤呢其实很简单啊，把腿完全的打直，然后呢调整一下这个大腿的相对位置往前推。那这边呢前脚掌呢不是后脚掌它就是直接翻出来，因为大猩猩的这个腿部会显得稍微弱一点，不过呢还是藏不住它的这个力量感，然后再把它的这个下部分的这个关节旋转一个角度，那这个下半身的部分就 OK 了。上半身的部分我觉得就是整个玩具设计的核心部分，它有一个中心的这个滑轨，我们把这个滑轨呢往上去推进，然后同时呢把它这个胸腹部进行一个旋转，旋转之后呢再把这上面的这个白色部分翻折下来，那这个大猩猩的这个雏形基本上就跃然纸上了。那接下来的部分呢就很简单，该有的这个卡扣部分直接一个锁死，然后这个胸甲的部分往下移动去进行一定程度的这个调整，然后肩部的这个卡扣呢也是非常直观的，旋转之后呢它直接有一个插槽插进去就 OK 了。背面的这一边也是一样，它确实在把玩的过程中它肯定是考虑到了后续的玩法以及拓展，不然的话我是觉得这个肩周关节它这么容易抽出来，肯定是有一定的它的所设计的这个道理在，不然的话它直接用这个铆钉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桩子把它锁死就好了，不需要做的就是这么有一点松垮的那种感觉，其实没有必要。而且呢本身呢其他的这个铆钉零件都可以做的这么紧实，它其实没有必要去把这个地方做的松松垮垮的，或者说去偷这么一点懒，对吧？那这边我只能理解成它为了后续的这个把玩体验去做了一定程度的预留。然后这边的这个两片零件呢，其实就是把上方的这个肩炮去进行一个整形。这个整形呢，同时呢又兼顾了下半身部分、腰身的部分的这样一个零部件。这个零部件呢，其实就是把这个卡扣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然后把两侧夹进去，调整好位置就 OK 了。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变形难度呢也是比较小的，反正玩过变形金刚的朋友呢，应该都是可以非常轻松的去完成这一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比较简单。那下半身的部分呢，我们再把这个裙甲给插回去，稍微整形一下。好的，简单整形完了之后，猩猩形态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大，毕竟是这个5厘米尺寸的这样一个匣子头雕方面，这次的这个猩猩给人一种非常金属朋克的感觉。这次呢
眼妆还有这个面妆的部分呢是这种闪电型的，很有那种死亡摇滚的感觉。但是从某些角度感觉这个星星的眼睛是眯着的，不过还是蛮喜感的。嘴巴这边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大角度的呐喊的开合，头雕呢抬头低头的这个幅度呢都是有的，没有问题啊。同时呢还可以歪着头看你，我觉得这一点设计呢是比较贴心的毕竟呢它是一个变形可动玩具所以说呢在可动性方面也没有做出太多的这个妥协，这一点是没问题的。然后手臂方面你可以达到很紧实的这个肩关节平台，我觉得算是能够达到90度吧。再通过这个肩胛的这个调整没有问题。同时呢，利用这边手臂二头肌的旋转，这个关节呢，其实声音方面有点生涩，但是整体呢，它保证了玩具的把玩的紧实度。你要做出这种大猩猩捶胸脯的这个经典姿势呢，是手拿把掐完全不在话下。个人觉得呢，这也算是这款 Mojo 的非常经典的这个姿势。那嘴巴再加上这个呐喊的感觉就来了。下半身的部分呢旋转，然后呢脚步的这个前踢都是没有任何的阻碍，包括呢侧平举你看这边的这个劈叉的部分，那星星的飞踢呢也都可以做出来，甚至呢这边呢因为变形的缘故呢，它还提供了一段腰转。那这一点呢又不得不提，还是应该把这个地方呢做一个穿轴的这个动作，把它固定死不然的话呢这边确实是在把玩的时候会显得这个裙甲有点过于松垮。然后这边出拳的这个动作呢也可以做得非常的不错。整个红色的金属漆，即使在我这么烂的这个灯光下来说的话呢，依旧是非常的闪亮，整体来说非常好看。再加上这边的一些金属的这个做旧的这个涂装，感觉呢它虽然是变形的潮玩类的产品，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变形设计还有外观以及可动上来说，三者均没有做出过多的这个妥协，而且平衡的非常不错。颜值上呢，我觉得是非常能打的一款玩具。那其他的这个展示呢，比如说你这边可以把它的武装给背在背后，然后包括不限于它这个手指的可动呢，也都是可圈可点。但是很可惜它这边3个指头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办法做出这个峰会上面这个 rock and roll 的这样一个姿势，那非常可惜。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这个可动性，作为一款变形类的这个机甲猩猩类的这个主题玩具，我是觉得目前来说变形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短板，而且手臂的这个装位你可以按照你的喜好去进行这个斧头的搭载。那比较正常的话呢，你其实可以直接选择用这边的这个插口直接插进去，还有这边插进去之后呢，这个搭载方式呢就非常之稳固了。那这个斧头拿着，对吧？然后猩猩面对这个镜头进行一个呐喊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这款玩具呢，就是在气势上可以烘托的这个非常的给力。同时呢，小臂的这边的这样一个护甲呢，看起来呢也是非常威武，毕竟是一只机械猩猩嘛。其实后续的如果说我看Takara Tomy 的这个 Cyclone 或者说那个机械格斗金刚有降价的话呢，也会跟大家去做出这种把玩分享的视频。因为我个人其实是非常喜欢类机甲类的这个猩猩玩具，包括呢有的时候呢，我说虽然我没有入坑这个 Softbee但是有的时候呢，我是真的很想去买一些就是机械猩猩或者说类似的这个题材的这个 Softbee摆在家里面，看起来呢也是非常过瘾，因为确实是一个给人感觉就非常强壮的这样一个形象跃然纸上，包括呢手臂还可以进行就是手腕部分的旋转的关节呢，还有这边的这个斧头的这个把持力度都是不错的。整体来说的话呢，你即使不变形，把它当成一个机械猩猩金属涂装的机械猩猩的可动人偶来说，这款玩具也能达到一定的这个标准。整体来说呢，是一款我觉得目前玩过的这个猛兽侠系列在涂装、可动以及变形上三者结合的非常好的一款。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你会入手这款红色特别款的这个 Mojo 吗？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分享吧。这里是 Toy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了个拜。